宗门挑选灵兽那日，我抢了小师妹的黑蛟。同门劝我，师姐，你能力强，这只黑蛟血统杂糅，不如给小师妹。他们懂个屁！前世我选了血统纯正的青鸾，结果替小师妹做了嫁衣，被青鸾抛弃的我丧命于妖兽口中，眼睁睁看着她护着小师妹离去。这辈子我把青鸾让给她，让她费心调教去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每隔10年，御兽宗会安排内门弟子与灵兽结契。我是宗门长老遗孤，且能力出众，自然由着我先挑。宗中灵兽是从四海八荒寻来的，资质良莠不齐。这一批灵兽中最出挑的便是那只青鸾神鸟，贵气非常。尽管脖间带着禁锢，依然脚手昂视，不把我们这些修士放在眼里。执事长老做主，把这只青鸾分给了我。青鸾性子孤傲，不肯朝我前进半步，白眼向天，一副不服的模样。直到小师妹方尼生捧着赖唧唧的黑色小蛟出现在他面前，他才低下自己高贵的脑袋。这只小黑蛟也不是方尼生主动要的，而是同门挑剩下的。他刚入内门不久，明明可以等下次节气挑一个好的灵兽，偏偏不听劝告，硬要和修行已久的师兄师姐们一起参加此次节气。与灵兽节气就是挑选自己的战斗伙伴。平日里师兄师姐可以让着他，这种时候没人能顾及他的情绪。他捧着小黑蛟委屈落泪的模样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再加上青鸾明显主意于他，我倒成了拆散他们的恶人。长老面露尴尬，只能斥责方尼生，你根基不稳，就算现下青鸾对你感兴趣，日后你也无法驾驭他。谁知我起身谢过长老后，走到方尼生面前。他咬着唇解释，师姐，我知道自己没资格和你竞争，只是我从小长于乡野，从没见过青鸾神鸟。他话没说完，就瞪大了眼睛。我拎起他手里奄奄一息的黑蛟，笑着同执事长老说，长英就看着这条小蛟顺眼，那青鸾既然不愿认我，我便成人之美，与师妹换一换。同门说我疯了，劝我，师姐，你能力强，这只黑蛟血统杂糅，不如给小师妹。我却知道，这青鸾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叫骆长英，从小长在御兽宗。我7岁那年失去了父母，我眼睁睁看着他们葬身妖兽爪下，要不是宗主赶来救下我，我们一家就在妖兽肚子里团圆了。宗主见我可怜，收我为徒，因此我格外受宗门偏爱。前世也是这幅场景，青鸾高傲，不愿与我结契。从没受过如此冷遇的我觉得他好牛，我好喜欢。作为宗主的弟子，我理应成为师弟师妹的表率，驯服青鸾，使宗门实力更上一层。我在青鸾身上砸了无数天才地宝，分给每个弟子的灵丹妙药是有数的，只靠着宗门分发去养青鸾是远远不够的。我拼了命去接斩杀食人妖兽的委托。所谓妖兽，是入了魔的灵兽，已然失了神智，只留下了攻击的本能。可当我拖着一身伤的身体回宗门后，青鸾假装看不到我，只有在我掏出灵草或丹药时才会凑到我身边，然后理所当然地吃下去。我花了10年助青鸾突破兽身，换成人形。他眉眼如画，长身玉立，往内一站宛如谪仙，只是神色倨傲，不肯与我多说一句话，只有在需要我搜寻天才地宝时，像主人一般吩咐我去办事。我当时想，血统纯正的灵兽有些自己的脾气是正常的，总有一天青鸾会认可我，愿意与我并肩作战，我也不用再独自面对那些凶残的妖兽。直到有一日，我无意间看到青鸾为小师妹挽起垂落的发丝，眼中全是纵容和温柔。方尼生绕着她蹦蹦跳跳，还把编的花环戴到她头上。我破防了，没人能忍受自己一腔真心被辜负。我妒火中烧，正巧遇到一个师妹，她骑着自己的白虎路过，见到远处玩闹的2人，感叹道，师姐，你出任务时别委托小师妹替你照顾青鸾了，你瞧，青鸾都快成她的了。言下之意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我愣住，追问我何时委托她照顾青鸾。她不明所以，师姐，你每次下山，小师妹都会来找青鸾，她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。我眼前一黑，我在外面累死累活，
结果被人偷家了。我怒道：他自己没灵兽吗？来抢我的。师妹撇嘴：你说他那只黑蛟吗？第2年就死了。我反应过来，这10年我纵着青鸾，不强迫他与我结契，也正巧过了10年。方尼生的灵兽也死了，他只需等到宗门结契那日，就可顺利把青鸾收入囊中。我太可笑了，花了10年给旁人做嫁衣。我不是话本中的良善之辈。我开始刻意针对方尼生，这没什么好隐瞒的，嫉妒使然。我确实恨他抢走青鸾，面对他时我的心就是黑的，而我的所作所为也激怒了青鸾。他为了惩罚我，哄我到后山，然后解开后山禁制。封印在后山的妖兽闻风而动，鱼贯而出。青鸾虽有神兽之力，但后山封印的妖兽中有一只入魔的烛龙。别说是我，整个御兽宗都遭遇了灭顶之灾。青鸾一族可日行千里，如果他救我，没有这个如果。妖兽咬断我腿的时候，我奋力回头求救，只看到青鸾张开羽翼，护着方尼生逃离了御兽宗。这一世我倒要看看，没我做冤大头，青鸾何时能化成人形，方尼生又如何饲养这只吞金兽。说回当下，执事长老见劝不动我，只好作罢，但又觉得把青鸾给一个刚入内门、灵根不稳的弟子太过浪费。可惜青鸾不知吃了什么蜈蚣屎、蛤蟆尿，就赖在方尼生身边，拉都拉不走。血统纯正的灵兽100年难遇，执事长老唯恐伤了他，深深看了方尼生一眼，招招手带人布阵节气。节气后的灵兽就等于认了主，只能被主人差遣，若敢伤主，必受反噬。阵法的灵力刺激到了黑蛟，他拼尽全力缠住我的手臂，仿佛怕我改了主意，丢下他不管。方尼生得了青鸾，正是春风得意之时，见黑蛟缠着我，不由脱口而出：师姐和这蛟龙倒是有缘。此话一出，颇有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架势。不用我张嘴，自有心里不平衡的师弟师妹替我对回去。师妹说话当心闪了舌头，若不是师姐给你兜底，哪轮到你缔结青鸾？我要是你，给师姐3跪9叩都是使得的。别说了，没看她都要哭了吗？哭哭哭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御兽宗的福气都被她哭没了。我在御兽宗多年，宗主和长老们对我的偏宠他们是看得到的，而我平日里又担起师姐的责任，对他们多加照料，所以青鸾给我他们是服气的。可偏偏最后让方尼生捡了个大便宜，这让他们怎么甘心？青鸾见方尼生委屈，急得团团转，急也没用。有主的灵兽共享主人的法力，可方尼生刚生灵根，哪有什么法力？这怕不是2世以来青鸾第一次吃瘪。没事的，苦头嘛，吃着吃着就习惯了。倒是手臂上的黑蛟，见我没丢下他的意思，终于安心晕死过去。我住在山腰中的一处小院，是我们一家3口的住处。父母离世后，师尊不许别人占，便留给了我。回到住处，我才开始研究起这只黑蛟。它太小了，看起来只有几十岁，约摸着刚刚成年。只是又和我熟知的蛟龙有些不同。蛟习水，尾如蛇，没有角。但这只黑蛟虽然也没有角，但尾巴像鱼一样，有尾鳍，估计是蛟龙和蛟人的混种。我住处有眼灵泉，黑蛟一入水立刻醒过来，上下潜伏，肆意吸纳水中灵气。我笑道：你倒是心大，也不怕我为了缔结更好的灵兽给你下毒。黑蛟愣住，绿豆大的小眼瞪着我，然后朝我吐了口水。我给他一个脑瓜崩。老是养伤，青鸾我都养得起，何况你一条小蛟？第2日，我睁开眼，不对劲，我僵硬地把头转过去，发现旁边睡了个人，一张小麦色的俊脸紧紧贴着我，鸦翅一般的长睫微微颤动，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黑色凤蝶。美男在侧，不妨碍我被惊出一身冷汗。他竟然能在我入睡时不惊动我，他的修为绝对在我之上。不知是不是探查到了我的紧张气息，旁边的男人悠悠转醒。我立刻缩到角落。你是何人？这是御兽宗的地盘，你最好不要乱来。他支起身子，我这才看到他居然穿着我早就给灵兽化人准备好的男装。放眼看去，
同样款式女装被乱七八糟丢在地上。玄色团花暗纹窄袖锦袍穿在她身上，很衬她的宽肩窄腰。她很高，甚至要弯着腿才能在我床上躺下。浓密的长睫下是一双金色蛇瞳。答案呼之欲出。黑胶，我试探着问了一嘴。她勾唇一笑，露出尖尖的虎牙，抬手还我一个脑瓜崩。没礼貌，我有名字，玄九。玄九被仇家追杀时遇到我三师叔，化成黑胶，期望三师叔能救他一命。刚巧我三师叔是个喜欢捡破烂的。我哑然，玄九能化形，就说明他修为不低，能把他伤成这样的人，修为只会在他之上。我欲哭无泪，完球了，你仇家不会来找我麻烦吧？什么世道？刚丢了青鸾那个烂摊子，又来一个麻烦精。原来我是个收破烂的。玄九欺身上前，笑容危险。你我已经缔结契约，你是主我是仆，还请主人好好修炼，不要拖我后腿。玄九是有2把刷子的。我灵根属水，正好与他相生，他教了我一套灵兽吸纳水中灵力的方法，甚是有效。就连师尊都夸我进步显著。平日里我就蹲在灵泉里练功，他卧在泉边的桃树上监督我。微风徐徐，惹落绯红满池。在飘落的花瓣中，我抬头看玄九，只见他正眯着眼睛小憩，发丝随风而动。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，领口微微散开，景色颇好，惹得我一时挪不开眼。真是妖孽！还没等我看够，来了个杀风景的人。方尼生在我院外探头探脑，洛师姐。我无奈从泉中起身。玄九翻身下树，捞起一旁的披风盖在我身上。方尼生见到玄九突然愣住，直到我问你来做什么，才回过神。他没回答我，反而问起玄九这位是。我牵起玄九的手，笑眯眯道：你认识的呀，节气那天的小黑胶呀，小师妹你还说过我和他很有缘呢。方尼生眼中闪过一丝懊恼。我懒得揣测他心理活动，你来到底做什么？这个时间应该是弟子们练功的时候。方尼生好像有些难以启齿，扭扭捏捏不肯说，直到我要撵他出去才开口。听完他的来意，我冷笑一声，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和你一起养青鸾？话一出口，就感觉手被紧紧握了下，我回过头就对上玄九不满的目光。我朝他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，转脸对方尼生说，养不起神鸟就自己想办法，我又不欠你的。方尼生急了，师姐你怎么不欠我的？这话倒是意外。我挑眉示意他继续说。方尼生绞着手指，半年前节气，师姐抢走黑胶，把青鸾丢给我，师姐怎么能撇得这么干净？好一番厚颜无耻的说辞。说来也是，半年过去也没听说方尼生下山搜寻灵丹妙药，想来他终于反应过来，只凭自己根本供不起青鸾的修行需求。况且哪个修士不是无数天才地宝堆起来的？他把身上丹药供给青鸾，自己就难以修行。同他一起进内门的弟子，如今早就超他一截，只有他还在练气期，慢慢往前挪。只是，这关我什么事？他喋喋不休。我觉得师姐应该对青鸾负责的，他这样的神鸟一直无法突破，对玉寿宗也没好处。师姐从小生在宗中，就算为了玉寿宗，也要助青鸾突破呀。我懒得和他多费口舌，一甩袖把他卷出院外，牵着玄九回屋。小师妹，别把旁人都当傻子，把青鸾养出来给你做嫁衣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你若养不起，便自行解了与青鸾的契约，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。想来执事长老很愿意接手青鸾，他当然不会这样做。我这个小师妹野心可大得很。过了一段时日，我从筑基破境至金丹期，正巧偃师阁得了一只罕见的九尾灵狐，师尊花了2件极品法器将其换来，线下派秋莲长老和我一起去护送灵狐到玉寿宗。秋莲长老比我大了300岁，还跟个小孩似的，非要我又哄又劝，才瘪着嘴把灵狐交给司寿管。他都如此配合了，我自然装作听不到他骂师尊是个拔不出毛的铁公鸡。毕竟秋莲长老一眼相中灵狐，师尊却咬死不给。他回自己洞府之前，突然捂嘴偷笑，小长鹰，你家小蛇真粘人。
他说完便驾鹤而去。倒不是他羽化了，而是他真有之鹤。我一时没理解他的意思，直到往山上走去，才看到远远有个人影倚在山道旁的树上。玄九。树旁的人动也不动，看起来有些生气。直到我走近，他反手掐住我后脖梗，逼我与他对视。金色的蛇瞳中燃烧着怒火。骆长英，我平日待你不好吗？你要把我推给别人？这一问给我问懵了。你在说什么？那天来找你的女人，今日寻到院里，非说你托她来照顾我。你是不是后悔和我结气了？生到金丹就敢翻脸不认人？我心口一滞。方尼生，得了青鸾还不知足，这辈子又来这一套。还没等我解释，玄九瞳孔骤然变成一丝细线，弯腰把头埋到我颈窝里，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下我的脖梗，激得我浑身一颤。随后他露出獠牙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：狐狸的气息，骆长英你这就找好新宠了。说完他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露出邪笑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吃了那只狐狸，你就只有我一个。我跳起来给他脑袋一巴掌。他揉着头震惊，你为了他打我？我拽起他胳膊往内门弟子住处幽山坞走去，边走边骂：那是我师尊的九尾狐，你要敢动他，我削了你。玄九不闹了，老老实实被我拉着走。因为许多同门还在驯兽堂训练，此时的幽山坞还有些冷清，只有零星几个师弟师妹意外我突然来此。简单打过招呼后，他们告知我方尼生带着青鸾去了后山。我皱眉，这辈子我又没碍着青鸾什么事，他俩又去后山做什么？原来是偷摸吵架来了。你别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。你吃了我多少灵丹，我自己都没得用，全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？想让我下山找天才地宝？你疯了！我刚入炼气，你想送我去死就直说。骆长英的黑胶早就化了形，你倒好，连个人话都不能同我说，别跟我写字了，我不想看。我嗤笑，青鸾对方尼生还真是情真意切，想当初10年来他连个眼神都不愿给我，现在倒是用爪子写字同方尼生交流，真是对比产生差距啊。但我这次来是来找麻烦的，不是来追忆往昔的。小师妹，你让我好找。突然有人来，青鸾赶紧扒拉掉地上的字，唯恐我们看到。方尼生见我和玄九一起出现，面上浮现慌乱，但他偷偷瞥了一眼青鸾，强装镇定。骆师姐，你找我何事？我拍拍玄九，他无奈轻笑，单膝跪地，让我坐在他腿上。他手牢牢扣住我的腰，扶我坐稳。方尼生咬唇，眼睛死死盯着玄九，完全忽视了刚刚还在争吵的青鸾。倒不是我找你有事，而是想问你找我的灵兽有什么事。闻言，青鸾羽毛微微炸开，这是生气了。方尼生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知道了，慌乱解释：不，师姐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去找你。可他忘了，青鸾不能说话，但玄九可是会说话的。玄九把脑袋搁在我肩膀上，一副腻歪的样子，委屈告状。他骗人，他明明同我说是主人你把我抢走的，我本应该是他的灵兽。我歪头，你怎么做的？他勾唇一下，看向方尼生的眼神满是揶揄。他私自出现在主人领地，我跟他动手了。他太弱了，我都不用灵力就能把他逼出院外。我拍拍他的脸，以示奖励。我冷笑起身，小师妹，若我没记错，你当初是不想要玄九的。玄九那日重伤，若真落到你手里，怕是活不过第2年。方尼生下意识反驳，我没有，我会待他很好的。他身边的青鸾关羽已经炸开，看样子是愤怒到了极点。方尼生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，厉声道：你挑拨我和青鸾的关系。我上前拍拍方尼生的肩膀，警告他：小师妹，你做初1，就别怪师姐做15。若再敢有下次，咱们就是在训诫堂见面了。进了训诫堂，谁有错谁受罚，严重的会被直接强行解除灵兽契约，逐出师门。动手段争夺他人已经结气的灵兽，没有一个长老能容忍这种行为。他赌不起，况且他现下更应该烦心的是怎么安慰青鸾。我看这只鸟啊，要气炸了。回去路上我心情颇好，
前世窝在心头的委屈总算疏散了一些，只是玄九看起来神色恹恹，让他画胶带我走一段也不愿意。直到进了小院，他一把抓过我的胳膊，你看起来很熟悉青鸾。我也没瞒着他，曾经确实有一段过往，不过我的下场很惨烈，你要听吗？他扭头，化为黑胶缠在我脖子上。我不听，我比那只破鸟强得多，你没可能再缔结它的。我摸着他冰凉的鳞片，放心，我不会有其他灵兽的。你寄给了我独有的依赖，我回馈你相同的誓言，这才算公平。我的境界刚稳定下来，本想躺平一段时间，玄九不乐意了。骆长英，你进步太慢了，我共享你的法力真是遭老罪了。我不服，师尊都说我进度神速，是年轻修士中的翘楚。于是我这个翘楚被拎着到处去接任务寻机缘。与前世不同，那些天才地宝全都砸在了我身上。修士岁月漫长，一晃10年，我已经从金丹初期平稳过渡到金丹中期。原来的驯兽堂主梦到一段仙缘，与师尊辞行后，堂主的位置落在了我身上。秋莲长老说，师尊已经到了渡劫期，长老们破境困难。玉寿宗弟子成长速度要都同我一般，师尊也不用压着修为，可以安心渡劫了。他蹙眉看向训练场上的弟子们，低声道：我们本以为获得青鸾加持，宗门实力能更上一层，可直到今天，青鸾都没破境化形的苗头。前段日子，长老们等不了了，去探了下青鸾的底，本想大家凑一凑助青鸾破境，谁知差的太多了。我接道：这我早有预感。玉寿宗相较于其他剑宗、药宗，实在算不上名门大宗。一来训练灵兽耗时耗力，二来天才地宝人要用，兽也要用，整个宗门根本存不住余粮。但凡不是有钱烧得慌的修士，根本不会来投奔玉寿宗。而且青鸾不能破境。想起前世玉寿宗经历的灭顶之灾，这一世我已经避免和青鸾接触了，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有其他的变故。这样有神力的灵兽，但凡动了别的心思，一定是一场浩劫。青鸾这样的神鸟是受天道庇佑的，我不是没动过除掉他的心思，但我一同师尊或者玄九说起上辈子的事，就像被裹了屏障一般，他们什么都听不到，更别说私自动手，在他们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杀青鸾，无异于断了宗门的前程。只能想办法看住他，压制他，剩下的我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毕竟上一世的我没有活过这1年。宗门新收了一批弟子，每盯着他们修炼完，我都会觉得身心俱疲。新弟子每天都会瞪着大眼睛，一副很认真的样子，但他们耳朵里却是井号人民币与吸纳天地灵气，井号100分号与休息。看着他们欢快地跑开，我越发觉得上一任堂主孟仙元是湖州的，他就是想撂挑子不干了。师尊是个乐天派，老头怀里抱着九尾狐，肩上站着白头雕，腰上还拴着只七彩灵鹿，指着鸡仔般散开的新弟子，自信满满。看，为师给你招的弟弟妹妹，可爱吧？求求了，你去渡劫吧，别添乱了。我没空搭理玄九，他就自己出去找乐子。这天回小院，我只觉眼前一花，紧接着就是天旋地转。我无奈，你又是干什么？玄九把我扛在肩上，语气恶劣，走，带你去看个热闹。所谓热闹，就是看方尼生同青鸾吵架，准确来说是喇叭在和哑巴吵架。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怪我，当初又不是我逼你来玉寿宗的，还不是你说玉寿宗有利于修行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在药王宗炼丹了，何至于来这都比脸还干净玉寿宗窝呢？现在倒好，我就算想去药王宗，人家也只会当我是玉寿宗派去的偷师小贼。你不知道玉寿宗每月只能领那么一点灵丹，难道我就知道吗？本来执事长老都把你分给骆长英了，你非给他甩脸子，人家直接不要你了。人家是宗主亲传弟子，要什么天才地宝没有，你当初如果跟着他早就化形了。我不自觉握紧拳头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一直很疑惑青鸾为何非方尼生不可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。前世助青鸾修行的冤大头，哪怕不是我也会有别人。玉寿宗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助青鸾破境的跳板，所以我越想越心惊，所以
无论谁和青鸾缔结了契约，最后都是要死的。因为解除契约的方式只有2种，一种是主人主动解除，另一种就是主人身死道消。可我前世并没有和青鸾结契，他为什么还要害死我？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间电光火石般闪过。青鸾化形后，玉寿宗对他们2人已经没了利用价值。为了能让别的大宗收留他们，有什么比自己宗门覆灭更好的理由吗？一只化形青鸾，一个被灭门的小女孩，没有任何宗门会拒绝这样强大的战力加入，还不用背负撬人墙角的骂名。好一个过河拆桥的歹毒计谋！显然玄九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。他化成蛟身挂在树上，一副无比兴奋的模样。哎，要不抽点时间再去接些委托吧，看把孩子憋成什么样了。整个山头也没什么玩的，就能听些家长里短打发时间了。不过我很庆幸他带我来偷窥方尼生和青鸾吵架，不然我会一直活在愧疚之中。因为我一直觉得前世是我害的宗门被灭，我如果不针对方尼生，青鸾就不会找我麻烦，宗门也不会出事。青鸾，方尼生，这辈子你们也该还债了。没想到我还没打算好怎么收拾他们，我小院里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青鸾守在我的院外，眼睛死死盯着悠闲泡在池内的玄九。玄九欠得很，专门化成人形讽刺他修行不力。看见青鸾，我没什么好脸色。你身为灵兽，不陪着方尼生练功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玄九跟着阴阳怪气。对呀，姐姐心疼我才不让我跟着，你又是因为什么不陪着自己主子？他比我大几十岁，真不知道这声姐姐他怎么喊出来的。我绕开青鸾走进院里，看看我那一口灵泉有没有被玄九泡成碧螺春。我笑他在哪学的这有的没的。玄九从池中起身，湿漉漉的就往我身上贴，一副亲密无比的样子。我就是要让这只破鸟知道，我们的关系里没有他的位置。我歪头看他，我们什么关系？他的金色蛇瞳泛着摄人的光芒，这不是全听你的。身后传来动静，我正想回头，玄九一把捧住我的脸。那只破鸟气走了，你能不能别理他？我无奈道，我至少得知道他来做什么吧。这破鸟心黑着呢，我担心他出什么幺蛾子。玄机咬牙道，他后悔了，不想跟着你那个师妹了呗。我蹙眉回头看去，院门口空无一人。不知是不是重活一世的直觉，我觉得青鸾有些不对劲。这一世我已经避免和他产生关系了，他如果真的动了换主的心思，完全没必要来找我。正如我上次威胁方尼生说的那样，宗中长老不会错过接手青鸾的机会，他们手里的宝贝比我多多了。除非青鸾也重生了呢？这个想法一出来，就吓了我一跳。来不及同玄九解释，我直接掏出一张遁地符，直奔后山禁制。万幸，禁制的阵法完好无损。可一回身，刚放在肚子里的心立刻提了起来。阵法不远处有一片青色的羽毛，青鸾果然来过这里。看来他现在的修为还不足以解开禁制，但这也说明青鸾确实重生了。后山封印着妖兽的事，只有少数人知道，而我的父母就是葬身于此。这件事除了师尊和长老们，前世我只告诉过青鸾。不过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他还没有破镜化形，没道理放妖兽出来。我得再盯他紧一些。今日宗中多了一些风言风语，是关于方尼生的。令我心烦的是，我也被卷入其中。宗中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，方尼生和自己灵兽闹掰了。青鸾本就引人瞩目，方尼生一开始领着青鸾收获不少关注，现在青鸾不进他房间，抗拒他的指令，已经让方尼生在训练场丢了好几次人。他们之间的局域已经摆到了明处，这为什么会扯上我呢？还不是因为青鸾一边抗拒方尼生控制，一边对我献殷勤。只要我一出现，青鸾就往我身边凑。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我已经被方尼生杀了10000遍了。秋莲长老唯恐天下不乱，小长鹰，你看青鸾像不像一个追妻火葬场的男主角？一开始对你爱搭不理，现在知道你的好了，又开始挽回。他说这话时，玄九正在我脖子上盘着，要不是我手快，秋莲长老的鹤怕是已经遭了殃。秋莲长老抱着自己的鹤，
嘴里说着吓死人了，眼里倒是没有丝毫受惊的模样，反而继续拱火。反正那小女娃也养不起青鸾，我可以去和她商议一下，回头补给她一只能驾驭的灵兽，把青鸾过继给你算了。小鹤忍无可忍，化成人形，是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她捂住秋莲长老的嘴，哭丧着脸道：“闭嘴吧，活爹！”我按住玄九，婉拒了哈，我不想上训诫堂，更何况我有玄九就够了。秋莲长老深表遗憾，随后他正色道：“但青鸾老这样缠着你也不是办法，而且一个和主人离心的灵兽对御兽宗没有任何价值，反而生生拖累了我们一个弟子。方逆生10年都没破炼气期，长老们商议让他带着青鸾下山历练，也好过整日待在宗中闭门造车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和长老们在保护我，毕竟谁沾上抢夺同门灵兽都会惹一身骚。看来他们已经放弃培养青鸾了，这也得益于玄九展现出的恐怖战斗能力。蛟龙一族好勇斗狠，我和他联手，甚至能和元婴期的执事长老打得有来有回。这也好，方尼生带青鸾下山，起码给我留出10多年的喘息时间，10几年足够我加固后山封印禁制，以防青鸾死性不改。议事堂，方尼生听闻宗门要他下山修行，委屈到不行。宗中虽不富贵，但从不会苛待弟子。方尼生曾是自己修炼的散修，好不容易有了宗门庇护，自然舍不得再出去风餐露宿。他甚至认为是我出的主意，目的就是赶他下山，等他出了意外，好让我名正言顺占有青鸾。在一众长老面前，方尼生哭得梨花带雨，咬死不肯下山。他说：“洛师姐想要青鸾，直说便是，我做师妹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？只是给了师姐青鸾，那师姐是不是要把玄九给我？混种黑蛟换纯血神鸟，说起来还是师姐赚了。不用其他长老开口，师尊当场拒绝。那个谁？哦，方尼生小弟子啊，你好好带青鸾，这个馊主意我们就婉拒了哈。这些都是旁人转述给我的。”在他们同方尼生谈话的时候，我正和四兽馆的馆主调查灵兽突然失踪的怪事。御兽宗里无主的灵兽，或是刚刚捕捉、野性未退的灵兽，都会由四兽馆饲养一段时日。只是昨日，馆中竟然凭空蒸发2只灵兔和1匹独角马。馆主欲哭无泪，我昨日离开前，明明用术法加固了大门，但凡有些风吹草动，我都能察觉到，可昨天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玄九抱着手臂站在我身后，不是妖兽干的，这里没有他们的气息。我环顾四周，四兽馆依山而凿，山体设有禁制，在这里遁地符和穿山术都没有作用，只有携带宗门印记之人可以进出。能不知不觉偷走3只灵兽的，必是对御兽宗非常了解之人，又或是就是御兽宗的人。我正思索着，一回头，只见馆主夹着嗓子同一只灵鹿说话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黑蛟哥哥只是长得凶，又不会吃了你。”他这句话突然点醒了我，我踌躇开口：“馆主，灵兽会自相残杀吗？”馆主发出惊声尖叫：“你在说什么可怕的东西？灵兽是开了灵智的，怎么可能做这种可怕的事情？”说完，又去安慰他的鹿：“哦呦呦，小宝吓到了呀，咱们不听哦，长英姐姐在讲鬼故事呢。”玄九揽住我，在我耳边道：“人都会同类相残，灵兽亦如此。我曾听说过一门灵兽邪修的功法，你想听吗？”玄九说完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野生灵兽可没什么灵丹妙药吃，他们想要修行，最好的补品就是其他灵兽的兽丹。10年前，玄九就是差点死在这样一个邪修灵兽的手里。玄九道：“被包丹的灵兽境界越高，邪修灵兽的修行速度越快。这只灵兽尝过甜头后，一定会再来。”我们当晚在四兽馆设下埋伏，却一夜安稳。我安慰馆主，也不一定是灵兽干的，你先好好休息，今晚我们再来守。谁知我刚出四兽馆，就见一个弟子匆匆赶来：“堂主，幽山雾出事了。”我暗道不妙，玄九转身化蛟，带我直奔幽山雾。我刚落地，只见玄九金色蛇瞳猛地一缩，有血腥气，都不用往里走，就能听到震天的哭声。是我教授过的新弟子，
我记得他是自己带着灵兽来投奔玉灵宗的。他那灵兽是只三尾狸，平日里窝在太阳底下，毛茸茸一团，煞是喜人。而此刻，他抱着一团血淋淋的皮毛，痛苦哀嚎。秋莲长老已经在处理，见我来了，先是问了一下昨夜四兽馆的情况，接着说：“你们猜的应是对的，那三尾狸确实被拨开肚子取走兽丹，一击毙命。他来不及发出动静，还是他主人察觉契约断了，赶紧出来寻，可惜还是晚了。”我心头一紧，不知为何，我下意识去找青鸾的踪影。只见他乖巧立在方尼生身边，一副和好如初的模样。忽然眼前一黑，玄九捂住我的眼，低声道：“别看了，就是他。”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见过邪修灵兽，这只鸟气息和他一样。我将此事告知师尊，由他定夺。师尊却说不要打草惊蛇，捉贼拿赃，你们且盯着。他说这话时，一派正色，仙风道骨。我道：“师尊，你把自己所有灵兽圈在屋里，不闷吗？”师尊的洞府建在山巅之上，云层之中，若此时从高处往下看，像一片养殖场。院里狗叫、猫叫、牛叫、羊叫连绵不绝，还有化成人形的男女老少围着玄九问他父母是什么品种的灵兽。师尊犟嘴：“不闷，我的灵兽喜欢和我在一起。”哦，你刚领回来的赤火犬方便在屋里了，你帮为师打扫一下。做梦呢，老头！灵兽死在宗中不是小事，在我暗示下，长老和堂主们暗暗将目光放在青鸾身上。其实他们比我修炼时间长，境界也比我高。就算我不说青鸾有问题，他们也会察觉青鸾修为增长不少。只是从那天后，青鸾没有任何动静，宗中也再没失踪任何灵兽。一晃过了2年，除了那名弟子还记得横死的三尾狸，其他人已经鲜少提起灵兽失踪之事。就算说起，也只当成一件宗门怪谈。但我心头总萦绕着一丝不安。我始终放不下玄九说的青鸾身上有邪修灵兽的气息，始终抓不到青鸾的把柄，也让我自觉无颜面对三尾狸的主人。我曾和师尊申请拘禁青鸾，师尊说：“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青鸾不对劲吗？”但是长英，证据呢？你如何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同弟子们解释？无辜拘禁宗中灵兽，难以服众，众不服，宗门就散了。入夜，我正在屋内打坐，窗外忽然闪过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我被吓一激灵，反应过来后赶紧追出门去。屋外静悄悄的，只有一轮弯月，一棵树，一口泉。不对，玄九呢？我靠近泉水，只见水面上飘着一片青色羽毛，像是在邀请我。找到我，就把玄九还给你。我直接感应了玄九的位置，怎么在后山禁制那里？这死鸟又想干什么？我刚用遁地符从地里钻出，迎面就是一股强大的法力碰撞造成的气流。玄九和青鸾打得正酣，我浑身一僵。青鸾什么时候破镜了？他一身青衣，在树林间灵活躲避玄九的追击。进至阵法旁，方尼生安静坐在那里，像一尊木偶娃娃。待我看清，心中大骇。方尼生七窍流血，死不瞑目，满眼难以置信。再往下看，他丹田处被剖开，灵根不知所踪。还没等我平复心中的震惊，只觉天上阴云密布，云中隐隐有雷声。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青鸾伤主，引来雷罚。他是疯了不成？一趟雷罚下来，他命都要交代在这里，再高修为有什么用？玄九，回来，离他远一点。听到我的声音，玄九空中一滞，硬生生受了青鸾一掌。青鸾见玄九一脸委屈，回到我身后，不由暴怒：“你故意示弱！”玄九捂着肩膀，面露痛苦：“什么故意？是你心黑，吃了自己主人灵根不够，还要来招惹我主。要不是我发现你在屋外头鬼鬼祟祟，一路追过来，怕不是我主也要遭你毒手。”那双血红的眼睛果真是青鸾。青鸾不想跟玄九多费口舌，转眼看向我：“长英，你也重生了对吧？”我不语，冷眼看他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他自顾自：“让我来猜猜你重生在什么时候？”长英：“节气那日你就重生了对吗？所以你才不要我。”
玄九震惊。玄九接受。青鸾不接受，他情绪激动，眼睛又开始泛红。他尖声道：谁给你的底气不要我？是这只黑蛟吗？长英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把妖兽放出来，我们再重来一次。下一次，我不会再给这只黑蛟机会了。我也不与他虚与委蛇。你装什么情深意重？前世你与方尼生谋划10年，把整个御兽宗当做你们的跳板，这辈子我给你机会和方尼生并肩，你却剥他灵根，助自己突破。天道有眼，今日定叫你魂灭于天雷。青鸾阴森一笑，来不及了，我只差最后一步。说着，他的手从背后伸出，他竟在偷偷掐诀破阵。封印的妖兽们嗅到阵法松动的气息，大地都因他们的躁动而颤抖。同时，天雷破出云层，在青鸾头上凝聚。御兽宗的山峰顿时闪出无数光束，师尊率先察觉后山禁制被破，匆匆赶来。长英，你想办法拦住妖兽潮，为师想办法封印他们。上有天雷，下有兽潮，青鸾丝毫不惧，眼中疯狂更甚。长英，你挡不住的，再随我过一世吧，我保证会一心一意对你的。前世我死于妖兽口中，如今再次面对这样的场景，说不慌是不可能的。突然，肩上落了一只手，玄九眼中泛光，冷笑一声，想带着长英死。我还没同意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啊，我有玄九，这一世我不再是一人而战。玄九化蛟进攻，我掐诀为他护身。每只灵兽都有自己的特性，御兽师须得配合灵兽进修术法。蛟龙善战，御兽师就要学防御术；灵狐媚人，御兽师就要精通阵法；青鸾神速，御兽师就要四海通达。前世我无从应用一身本领，此生与玄九配合，我才感受到灵兽和主人不仅是主仆关系，更是可以交付后辈的伙伴。青鸾这种是主或兽，怎么会懂呢？在玄九的步步紧逼之下，青鸾根本逃不开雷罚降下的位置。天雷滚滚，犹如一条蓄势待发的银龙。青鸾一开始自信于自己的血统，认为自己的神鸟之力可以轻松压制玄九。百招交手只在瞬息之间，青鸾脸色大变。玄九一招一式都在攻他命门，可他却破不了玄九的防。青鸾终于意识到，这一世的我不会如他所愿死在妖兽口中了。他疯了！不对，这不对！你必须死，我们得一起死！我停止掐诀，玄九闪身回到我身边，朝着青鸾露出讽刺的笑。青鸾一愣，只见我伸出食指指了指天，笑着说：再也不见。井口粗的落地雷劈在青鸾身上，他来不及惨叫，就此殒命，像那只三尾狸一样。天降雷罚，受罚者不入轮回，是真正的生死道消，他不会有来生了。解决完青鸾，更棘手的来了。后山妖兽实力强劲，难以杀死，只能封印在此。尤其烛龙，前任宗主以身殉阵，才勉强困住烛龙。如今烛龙沉睡100年，怕不是存了满腔怒火，只等解封之日踏平御兽宗。师尊和长老们的修复速度远远赶不上禁制的破碎速度。一股独属于妖兽的阴冷气息开始往我的皮肤里钻。玄九本来靠在树上笑嘻嘻问我有什么奖励，突然错愕地看向近林深处。他问里面是什么？我说烛龙。他神色凛然，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必须进去一趟。他刚要走，我捉住他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玄九错愕回头，他蹙起眉，试图和我解释，长英，里面很危险。我知道啊。我说前世我就死在这里，眼睁睁看着青鸾护着方尼生离开，任由我被妖兽撕扯吞食，所以我不会抛下你不管的。我和玄九如一阵风般钻入破碎的禁制，耳边是猎猎风声，隐约从背后传来。哇塞，谁这么猛，直接进去了？老糊涂，那是你徒弟。我徒弟真猛。近林深处瘴气弥漫，我们一进来就被无数双眼睛盯上了。玄九早就不是攀在我胳膊上的小蛟模样，如今他体型威武，妖兽虽失了神智，但也出于本能，没有贸然攻击我们。我趴在他背上，低声问：
你想找什么？他修为又精进了，化成蛟身，却能口吐人言。烛龙，我两眼一翻，恨不得晕过去。怪我，什么都没问清楚，就跟着他直达地狱模式。但下一刻，他说：“长英，我在近邻中闻到了我母亲的气息。”我一直以为玄九是蛟龙和蛟人的孩子。玄九对此讳莫如深，我也不再提及。如今才知道，他确实有蛟龙血统，但母亲却是正儿八经的神兽烛龙。怪不得打架这么凶，唱歌也难听。玄九说，他母亲虽脾气暴躁，但并非恶龙。若不是200年前一只邪修妖兽偷出父亲的寿丹，母亲心魔难消，也不会堕入魔道。我不知怎么安慰，只能轻轻摸下他的头。而且现在的情况确实不适合说一些暖心的话。附近的妖兽已经蠢蠢欲动了，他们想吞掉我们，然后冲破禁制。玄九将我放到地上，扭身化成人形，与我背靠背，摆出防御的架势。玄一下的脖颈青筋暴起，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。长英，若等下我们不敌，我会将你甩去出口。到时我会抗住他们，你别回头，一定要跑出去。他这么说，我反而不怕了。如果青鸾说的是真的，我死于妖兽口中还能重启一世的话，倒也不是坏事。玄九，你说过我只能有你一只灵兽，我当真了。你若不想看着这些妖兽吃了我，就拼尽全力护着我活下去吧。妖兽长期遭受魔气浸染，已经认不出他们本来的面貌。他们只知进攻，我们被迫防守。更危险的是，我隐隐有了破镜之势。这种情况下，别说雷劫了，我连心魔都扛不住啊。玄九和我主仆连心，自然能感知到。他咬牙甩开暗处的一剂毒液，后悔道：“怪我，太想见他一面了。”突然，我定住不动了。玄九骇然回头，以为我受了埋伏，可他也发现，刚刚还凶猛进攻的妖兽一瞬间消失了个干干净净。我心中升起巨大的不安，指着浓雾里那双赤红的巨眼：“是他吗？”传说中，烛龙是人面蛇身的上古神龙。玄九的母亲很明显和传说中的第一条神龙不太像，它体型如小山般，浓雾在它吐息之间散去，虽仍有人面的轮廓，但却像附着一副面具般布满了龙鳞。不开玩笑，无命休矣。面对这种级别的龙族，留给我的只有2个选项：死，7、8岁的死。烛龙看见活物，下意识张嘴就要咬上来。我想跑，可我动不了。我活了2世，以前只知青鸾有神鸟血统，所有人都在说神族多么厉害，与天地同寿，有移山填海之力，但我从没见过。别说是我，就连宗中长老都说有神兽血统的灵兽已经极为罕见，更何况真正的神族。青鸾虽是神鸟，但与传说中那只青鸾相比，只能算得上是刚刚出生的幼崽。因此面对烛龙时，我四肢百骸都充斥着恐惧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强者的恐惧。烛龙没有咬下来，玄九挡在我面前，喊了声：“母亲，别伤他。”烛龙的巨口在空中生生停住，他后退2步，地面都因他的行动微微颤抖。烛龙突然急促喘气，脑袋剧烈摆动，似乎很痛苦。玄九上前，他还没烛龙的脑袋一半大，可烛龙却像被他吓到般，迅速往后撤。是我啊，小九。小九，烛龙突然发出人声，声音回荡在山谷中，百兽噤若寒蝉。烛龙眼中的赤红逐渐消退，显露出和玄九一样的金色，但没等他开口，红色犹如潮水般翻涌而来。反复多次后，烛龙咬牙道：“小九，杀了我！”烛龙吐出体内灵丹，示意玄九捏碎它。玄九捉住灵丹，那双能锤烂磐石的手却捏不动一颗小小的灵丹。他看向烛龙，眼中浮现恳求：“我做不到。”烛龙用尽全力与魔性争夺身体的控制权，他快支撑不住了。灵丹从玄九手中飞出，落到我面前。他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来。”我接住灵丹，不知所措。理智告诉我，烛龙没救了，让他解脱是最好的办法。感性又告诉我，这是玄九母亲。祸不单行，
在灵丹的刺激下，我体内灵力翻涌，要破境了。灵力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，我必须尽快决定。蓦地，我手上一沉，玄九的手附上我的。我第一次见他流泪。他看向烛龙，再见，母亲。烛龙灵丹在我手中破碎，他发出解脱的叹息，无终可安眠。我头顶的天空泛起闷雷，范围之大，可劈10只青鸾，整片近林都笼罩在雷劫之中。我还没从烛龙消弭之事回过神，只能愣愣地问玄九：人家金丹渡元婴，声势也这么浩大吗？玄九刚失去亲娘，没比我好多少。他看起来想劈死你。我欲哭无泪，玄九，我好像要完蛋了。他牵起我的手，像一堵墙一样站在我面前。怕什么？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，我带你进来，拼了命也会送你出去。雷声在我耳边炸开。我尝试运转灵力与天雷对抗，却发现这雷劫只是动静大，并未落到我身上。我抬头看去，烛龙灵丹虽然破碎，但其中庞大的灵气不是一下就可以散尽的。灵气盘旋在我们上空，元婴的雷劫对上烛龙的灵气，只能算得上是挠痒痒。当然，这股灵气也引来了不少妖兽，只等着我渡劫失败，好让他们有争夺灵气的机会。谁知雷劫劈不到我，却结结实实落到他们身上，像小孩子闹脾气一般。我总得劈点东西再回去吧。36道天雷，阴云散去，霞光漫天。我和玄九安稳走出近林，因我们在里头这么一闹腾，给了师尊他们充足的时间加固禁制。不出1月，整个修仙界都知道了玉寿宗出了个天才修士，这还得亏我那到处捡破烂的3师叔。我那师侄啊，哎呀，厉害得很，一人一龙独创近林，你晓得不？哦呦呦呦，度化烛龙不说，还在里头渡了个劫，牛吧？他才50岁，你们宗门有没有50岁的元婴啊？哎，关什么门啊？门口的药渣你们还要不要的啦？不要我拿走了。另一头，师尊拉着我的手，无视玄九要喷火的眼睛，与我絮絮叨叨：长英啊，见你如此得天道厚爱，为师就安心了。为师大劫将至，我们都觉得你非常适合宗主这个职位。等为师渡劫后，就由你来领着玉寿宗走向光明的未来。言毕，几位长老鼓掌。我面无表情，戳破师尊的小心思。老头儿，你早就想撂挑子了吧？师尊装作听不见，又去抓玄九的手。我这徒弟啊，心眼好，一根筋，有他是你的福气。我封你为4兽馆大将军，可统领馆中灵兽。玉寿宗的未来就靠你们了。长老鼓掌。师尊的渡劫和我的破境劫不同，过了此劫，他可飞升仙界，与天地同寿。同样，此劫九死一生，据说500年来只有玄虚剑宗飞升了1位。然后整个修仙界又知道了玉寿宗出了1位仙人。师尊飞升那日，我才真切感受到什么叫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明明该是仙气飘飘的场景，师尊却像放牧的老伯，赶着他那一堆猫啊、狗啊、羊啊往天门里走。威武的天门此刻像个栅栏，就连守门的天将看起来也朴实了不少。天将匆忙关门的时候，隐约能看到他脑袋上蹲着一只霹雳仓鼠。我们玉寿宗的未来可真是光明呀！全文完。番外：窥视镜。师尊飞升后，来投奔玉寿宗的散修突然暴涨。3师叔不用到处溜达着捡破烂了，他每天都会从山门处领回来几只无家可归的灵兽。我的管理工作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，怪不得长老们没一个愿意接手宗主的位置。何以修身养德，无日三骂无师？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的。凡是知人得知玉寿宗有仙人，自然认为玉寿宗相当靠谱，宗中时常可以接到报酬非常丰厚的委托，比如一面可窥前世的窥视镜。我倒是很好奇，我的前世会出现什么？竟是我死后的景象。前世我葬身妖兽口中后，烛龙苏醒，撕碎了整个禁制。他一出近林，好似察觉到什么，直奔灵兽冢。灵兽冢是安葬死去灵兽的地方。烛龙一爪下去，从土里刨出一具小小的蛟骨。这次烛龙放任魔性将自己侵蚀，彻底入魔。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
玉寿宗烧了3天3夜。世尊想效仿前宗主以身殉阵，封印烛龙。可前宗主封印烛龙时，烛龙还暂存一丝理智，如今烛龙发狂，世尊还未成仙人，哪里是烛龙的对手？师尊和长老们以及玉寿宗的100余弟子无一生还。前世的玄九死前已经和方尼生结气，烛龙从他的焦骨上嗅到方尼生的气息。青鸾和方尼生在逃跑的途中被一束阴火击中，青鸾不顾方尼生的苦苦哀求，直接把他丢向烛龙，方尼生活生生被烛龙吞下。这还不够，烛龙已经丧失理智，拥有纯种神鸟血统的青鸾，在他眼中就是一盘会飞的佳肴。青鸾逃脱不得，就连挣扎脱落的羽毛都被地上妖兽卷入腹中。看到青鸾和方尼生上一世的结局，我意外发现自己并没有大仇的报的痛快感，反而庆幸这一世重生够早，有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试问哪个修仙者不想救苍生？这是万幸选择了玄九，万幸烛龙还保有一丝理智，万幸大家都还在。忽觉身体一轻，手中窥视镜被玄九丢到一旁。我酒都温了3遍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月色正好，泉边的桃花啊都羞红了脸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